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长相思在一个类似的外壳路透社开放，杨紫男装好霸气，三位男主各有各的好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年送出的仙侠古装作品《雨后春笋》，不仅第一 IP 有自己的名气，而且主要的艺人也是一流的。杨幂主演的《狐妖小红娘》正在拍摄中，刘诗诗主演的《一念关山》已经开始平静录制，杨紫主演的《长相思》也正在接近圆满。自从《长相思》的拍摄火了起来，大家几乎都在网上不断地对着这部作品的拍摄进度，而艺人在剧中的新热搜，很大程度上是在偷看。近日，又一组杨紫、张晚怡、邓薇在类似边缘录制《长相思》的路透照片被转到网上。男装逍遥和悬涂山璟在一起，是怎样的一个庞大修罗场？话虽如此，作品《长相思》是一部以小姐姐为主题的奇幻老人人体模型秀。尽管杨紫的状元逍遥与三位男英雄有着深厚的渊源，但至此节目刚刚送出的女英雄单人形式的权威宣言横幅，这样的计划真是了不起。尽管是上面的人体模型表演，但剧中的艺人却丝毫没有乱七八糟的感觉。根据不同的情节，参考了各个行政部门的合奏，并且每种形状的排列都很有吸引力。单单是青衣，杨紫饰演的小瑶就有着两副惊世骇俗的模样。一套是她和张晚怡饰演的小轩一起登上踏脚凳时所穿的精致绿衣，不动声色，富贵荣华，世姬的气度已是王。多了一套带肩带的绿色御宅套装，显得多余，银色的头发点缀明显更可爱。初步可以看出，是陈同勋美容师最擅长的风格。服装虽然棱角分明，但与杨紫清秀恬静的容貌合二为一，与其说是霸气，不如说是精致。说实在的，杨紫之前的那套绿衣，出自逍遥的香柳的路透，也差不多。虽然谭健慈在《长相思》中饰演的九头魔香流氏男三，人设却十分出色。银发白衣的猛兽穿上人装，像个光荣的孩子，一点一点跟在宝贝的身后 ，CP 感很快就被感受到了。邓薇饰演的涂山璟也与杨紫饰演的逍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虽说穿男装的温小六不如穿女装的小瑶惊艳，但穿普通的衣服就麻烦了。涵盖城市的卓越，从一开始他就充满了勇敢的灵魂。不知道哪个小伙子逃出来玩了。不管杨紫穿深色男装的表现是否还不错，两人的交流也是分外的宠爱。涂山璟和逍遥应该是一起辞职到生命尽头的权威 CP。无论如何，当他们在路透社的照片中交流时，他们的眼中充满了崇拜。无论如何，从路透社的图片中很可能看出，杨紫为了塑造这份工作，对高管们进行了严厉的锻炼。不仅面部结构特别清晰，就连宽袖、波浪长袍的男装也显得空荡荡的。张晚怡饰演的小璇在《长相思》中扮演了很多角色。由于之前已经创作了许多路透社风格的男女英雄，我将在此不再赘述。话又说回来，驾着马车的张晚怡的侧脸路透社特别引人注目，时刻侧面，视角包罗万象，气质玲珑，惹人怜爱。他肯定是一个掌权的主权者。长相思在一个类似的外壳路透社开放，杨紫的男装好有侠气，三位男侠各有各的好处。你还留在哪几组 CP？ 欢迎在备注区留言查看。02肖战新剧再次体验网传感悟，历经镜头剧透呈现，日期未定。作为2022年最广为人知的剧集之一，《玉骨遥》真正让观众欲罢不能。从即将到来的传书到鹅厂对年终远行文件的权威申报，8月11日空降的见解在网上流传开来。不管怎样，网上的八卦变成了网络轰动。肖战和任敏主演的《玉骨遥》空气看不到任何正在播出的消息。8月18日，肖战和任敏主演的《玉骨遥控》又在网上爆出一个固定时间。这个新的设定时间同样与鹅厂目前正在传达的作品有关。肖战、任敏主演的《玉骨遥》传闻将接替《出海之月》。最初，这个消息的机会并不低。综合考虑，按照正常进度，《沧海月声》的结束时间应该是年中游的最后几天了。
根据俄加工厂的权威声明，年中出游文件将通报于古耀。视情况而定，尚可设想。尽管如此，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月出海会在18号开始点映，这也就意味着18号就要看到大结局了。还有，根据网上的八卦消息，肖战的待播节目，那么玉骨遥就会空降开播。综合考虑，在18号之前，玉骨遥官方微信和鹅厂官方微信还没有出现跳槽的新鲜感悟。因此，从月升沧海的因素筛选来看，玉骨遥的上演机会可能非常低。启动因素筛选，造势。毕竟，玉骨遥可能很有名气，目标市场也可能非常抢眼。如果再回到网络上爆料，估计会有海量观众来试探前几部作品的完成时间，才能不再小看玉骨遥的播出。之所以说玉骨遥控继月升沧海之后的机会低，是因为肖战和任敏的玉骨遥控是一个大 IP， 完全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播出。鹅厂在开播前就已经设定了全新的报道、预定观众、影片预告、话题讨论不止一项，这些成绩肯定会让鹅厂对玉骨遥产生更大的兴趣。如果是远方接连播出的话，无论是电视剧集的专业微博，还是鹅厂的专业微博，都没有提前正式推出。再远就是要空降了，玉骨遥比远播早早成名，已经有爆款了。对于体格的作品，鹅制造厂要设置空降机是远远没有的。因此，爬虾者们现在不必再期待太多，而是耐心等待。毕竟已经是8月中旬了，如果是在暑假期间播出的话，应该也快了。不要考虑这种形式的空中新闻，就等石影大祭司上线吧。我真的需要粉红色的石影快点出现。03，颜值加出场技巧，这就是12个月历史傀儡的绝世女主。这12个月同样是历史傀儡回归的12个月，有著名的时装，也有不为人知的时装。已经播出的有《梦华录》《世事世界》，还有《苍兰诀》陈相如、废柴和星光灿烂。让我们来看看哪个历史傀儡女主在颜值和出场技巧方面更厉害。第一梯队，刘亦菲。从长相来看，其实不得不提的是，天仙的气质已经更高了，降临的能力也更强。相比不同的女主，妆发的搭配也更加优雅，刘亦菲果然是第一。第二梯队，虞书欣、杨紫。虞书欣和杨紫，虞书欣的脸比杨紫的丰满多了，眉眼也好看，不过造型之后，两个花仙子的照片就不太一样了。0.33梯队，杨超越、赵露思。杨超越的五官精致，虽说是英雄，行事却是比较普通。她或许还需要让温文尔雅变得更加英勇，但杨超越似乎无法保持这种气质。赵露思这12个月有历史傀儡。露丝有着惊人的亲和力，同样适合历史服饰。然而，在星汉中一模一样的服饰和妆容下，露丝却被曾丽和历经多年洗礼依旧可爱的不同美女所淹没。并且尝试世界的化妆和发型对露丝来说是不合适的。现在不再最有效，现在不再上传颜色，而是放大了她的小肉脸。让我们谈谈大约出现最惊喜刘亦菲。说实话，在梦华之前，刘亦菲的印象最多的还是在小龙女身上，给人一种无知和无知的感觉。但刘亦菲其实更体贴，更有人情味。她演的花木兰，你看过去很特别，只是人设不好看。最终等到赵团这个更符合她现代和信仰认知的人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成熟又特别的刘亦菲。最稳，杨紫。陈翔和香蜜的性格大相径庭，而杨紫这种人却一直在身边。确实没有什么意外，但这似乎是最大的安慰。我希望杨紫能扮演不同的角色。最有亲和力，虞书欣、赵露思。欣子和露丝实在是招人疼的长相，演技不算好，但也拉胯，看着也算有代入感，不跳戏。虽然他俩都是以古灵精怪的角色进去大众视野，但其实我更欣赏他俩分别在大司马和凤求凰中的反派角色。至于超越妹妹，只能说加油。其实今年让我惊喜的还有一位古欧女配，在沉香和说英雄中都是女二，但颜值和实力不输女主。是的，就是我们梦姐。梦姐自从上了桃花坞，也算在人设上打了翻身战了。
没想到今年2部古偶还让人看出了演技，加油吧！只要不做好好演戏，北影出身的孟子义绝对有看头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